重生回到80年代的寒冷雪原。你一睁眼竟放着快要冻死的漂亮媳妇不管，反而提着裤子跑到冰天雪地里去撒尿玩雪。周围的村霸都觉得你丧尽天良，但只有你知道，自己因为你绑定了奇葩的幼童系统，只有完成尿尿和捏雪球，系统才能给你丰富的物资奖励，挽救这个家。陆铁军猛地睁眼，吸进一嘴夹着冰碴子的风，他狠狠打了个哆嗦，死死抱住肩膀，缩在冰凉的土炕上，脑子一阵刺痛，一大堆记忆塞进来。他穿越了，前一秒还在现代熬夜加班，这会儿就成了80年代东北深山里一个同名的农村小伙。原主19岁，是附近出了名的街溜子，爹妈死得早，留下个破土房。前2年村里看他可怜，给他收了个媳妇叫苏红梅，可原主根本不是个东西，天天啥也不干，家里一点粮食都没了，他还能躺在炕上睡大觉，硬生生把自己饿死冻死了，这才让现代的陆铁军穿了过来。陆铁军哆嗦着骂了一句靠，开局就这么惨，他饿得为之抽筋，手脚冻得全麻了，再这么下去不出半小时还得死，得活下去。陆铁军咬牙撑着炕沿想爬起来，可胳膊软得跟面条似的，扑通一下又摔回硬邦邦的炕席上，砰的一声，破木门被人一脚踹开，狂风夹着大雪猛灌进屋，吹得陆铁军差点背过气。同村的老猎户李老头穿着破羊皮袄大步跨进来，手里拖着个沉甸甸的东西，进门胳膊一甩，扑通一声扔在陆铁军脚边。陆铁军费力一看，吓了一跳，那分明是个裹着破棉袄的人，这人满身是血，头发上全是冰溜子，脸冻得发紫，双眼紧闭一动不动，看着跟死人没两样。记忆瞬间对上号，这是原主的媳妇苏红梅。李老头指着陆铁军，气得胡子直抖，骂道：陆铁军你个小畜生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自己躲屋里睡觉，让你媳妇大雪天进山给你挖树根找吃的，要不是我下家子碰见他倒在雪窝里，他早被野狼啃光了。陆铁军被骂得没法还嘴，这确实是原主干的混蛋事。他张嘴想解释，可嗓子干得冒烟，一点声都发不出。李老头看着他半死不活的样，狠狠往地上啐了口唾沫。李老头骂到：烂泥糊不上墙的玩意，老子今天就算把粮食喂狗，也比给你强。李老头边骂边从怀里掏出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啪的一声砸在炕沿上，那是一块邦邦硬的苞米面饼子，只有半个手掌大，还带着牙印，一看就是李老头打猎省下来的口粮。李老头骂道：吃吧，吃死你个王八羔子，要是红梅今晚没熬过去，老子明天就来砸了你这破屋。李老头骂完转身出门，砰的一声拉上破木门，屋里只剩风雪声。陆铁军盯着那半块饼子，眼睛直冒绿光，太饿了，他满脑子只想吃东西。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在炕上往前挪，短短半米远，他挪得满头大汗，指甲在土炕上抠出一道道白印，终于碰到了饼子，冷得像石头，硬得像砖头。陆铁军管不了那么多，一把抓起饼子塞进嘴里，用尽吃奶的力气咬下去，咔吧，饼子冻得太结实，门牙差点硌断，一股血腥味在嘴里散开，但他没停，死死咬牙，硬从砖头一样的饼子上啃下一小块渣子。他用力嚼着，粗糙的苞米面像沙子一样划过嗓子眼，干巴巴的咽进肚子。刚咽下这口饼子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机械音直接在脑海炸开。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，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，10到15年的成长补偿系统已激活。陆铁军愣住了，连嘴里的饼子都忘了嚼。系统穿越者的标配金手指来了，没等他反应，系统声音继续响。系统检测宿主当前骨龄19岁，但因不明原因，童年成长记录缺失。系统判定宿主当前生理阶段为4岁幼童。啥玩意？陆铁军瞪大眼，老子明明是个1.8米的19岁大老爷们，你管这叫4岁幼童？下一秒，系统提示音让他把疑问全咽回肚子。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独立咀嚼动作，恭喜宿主达成成长里程碑，奖励发放防风火柴1盒，优质高粱面5斤，体质恢复+1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暖流凭空在陆铁军肚子里升起，这暖流像个小火炉，瞬间游走全身，冻僵的手脚慢慢有了知觉，抽筋的胃也不疼了，虚弱的身体里多了一股新力气。陆铁军猛地坐起来，大口喘气，低头一看，手里不知啥时候多了个红纸盒，印着防风火柴。炕头破草席上凭空出现一个灰布袋，袋口敞着，装满红彤彤的细高粱面，真给东西了。陆铁军激动得手直抖，只要完成小孩的动作就能拿奖励，这系统简直是白给。有了这5斤面和火柴，今晚的命算保住了。暖流持续涌过，陆铁军僵硬的手脚彻底有了力气，他一把抓起火柴，盘算着得赶紧生火。屋里太冷，不生火有粮食也得冻死。他攥紧火柴盒，转头看向炕上的苏红梅。苏红梅脸白得像纸，嘴唇冻得发黑，胸口连点起伏都没了。他伸手去探她的鼻子，发现她连气都快断了。陆铁军心里一紧，这女人虽是原主造孽娶回来的，但大活人躺在面前，总不能见死不救，得赶紧弄口热乎的。他光脚跳下土炕，冰凉的地面扎得脚底板生疼。屋里黑灯瞎火，冷风顺墙缝直灌，跑到灶台一摸，灶堂里连点热乎气都没，灰全凉透了。旁边柴火堆空空荡荡，连根烂稻草都找不着，没柴火咋烧水？陆铁军急得直打转，一抬头盯上了堂屋那扇破木门，这门早烂了一半，风一吹咯吱响，压根挡不住寒气。陆铁军骂道：去你娘的破门！他2步冲过去，抬脚冲着门框一顿猛踹，咣当咔嚓，木头早冻得发脆，几脚下去，半扇门直接散架砸在地上。他弯腰双手抓住一块裂开的门板，用力往外一扯，嘎巴一声，一块1米多长的干木板硬生生被掰下，木茬扎进手里也顾不上疼，接着去掰第2块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了。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拆卸破坏，奖励发放1立方米恒温储物格。陆铁军愣了下，心里乐开了花，拆个破门就算拆卸破坏，这系统判定太宽容了。4岁小孩拆家奖励储物格，这买卖划算。他闭眼一感受，脑子里果真多个灰蒙蒙的空间，差不多有大冰柜那么大。他跑回炕边，盯着那袋5斤重的高粱面默念一句收，嗖的
的一下，炕上的面袋子没影了，稳稳当当躺进储物格里。他感叹真好使，这下踏实了。在这穷得叮当响的破屋，5斤粮食可是救命宝贝，放储物格里谁也偷不走。陆铁军顾不上多玩，抱起劈烂的木板跑回灶台，木板结了层冰碴子，普通洋火化一盒都点不着。好在他有系统给的防风火柴，抽出一根火柴棒在盒子侧面用力一划，刺啦一声，一团亮黄火苗窜起，火苗大得出奇，风顺强风吹进来也只晃了晃，压根没灭的意思。他找了块带毛刺的碎木头凑过去，没几秒就冒了烟，火苗顺着木头纹理烧起来，大块木板一架，火越烧越旺，红彤彤的火光把黑漆漆的灶屋照得亮堂堂的。火升起来了，得弄水。陆铁军走到水缸前一看，大半缸水冻得跟石头一样硬。他找了把破菜刀，用刀背对着冰面咣咣猛砸，震得虎口发麻，才砸下几块碎冰。碎冰扔进大铁锅，盖上木盖，灶膛火苗往上窜。没一会儿，锅里就传出咕嘟咕嘟声，水开了。陆铁军意念一动，从储物格拿出高粱面，抓起破海碗舀了满满一碗，一点点倒进滚水里，右手拿筷子飞快搅和。系统给的面就是不一样，粉末的极细，一碰滚水就化。不到2分钟，一锅浓稠的高粱面糊熬好了，一股浓烈的粮食香味在屋里炸开，香味太霸道，热气腾腾往上冒，把屋里冷飕飕的霉味全冲散了。陆铁军直咽唾沫，馋虫全被勾起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自己吃的时候。他舀了满满一大碗面糊，烫得两手直倒腾，快步走到炕边。苏红梅还直挺挺躺着，脸色煞白。他喊了2声醒醒吃饭了，没动静。他把碗放炕沿，伸手捏住他下巴，大拇指一按，硬生生掰开紧闭的嘴。这女人瘦得皮包骨，下巴尖的扎手，牙关咬得死紧，掰开时发出细微的咯吱声。陆铁军拿木勺舀了半勺滚烫面糊，放嘴边使劲吹了吹，顺着他嘴角慢慢倒进去。第一口倒进去，面糊顺下巴流到脖子上，根本没咽。他急了，说别死啊，你死了我这烂摊子怎么收拾？陆铁军伸手托起苏红梅后脖梗，让她脑袋微痒，又舀一勺灌进去。这次他没松手，就这么端着她的脑袋，1秒2秒，苏红梅喉咙上下滚了一下，咽下去了。陆铁军眼睛一亮，有门儿，能咽东西就死不了。他赶紧一勺接一勺喂，热乎乎进肚子，就像给快熄灭的火炉添了把柴。半碗面糊灌下去，苏红梅煞白的脸终于透出点活人红晕，冻发黑的嘴唇也慢慢有了血色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胸口有了微弱起伏，呼吸虽浅，但总算接上了。陆铁军长出一口气，一屁股瘫坐炕沿。这半个多小时比上辈子连加3天班还累，浑身汗透，被冷风一吹凉飕飕的，人就活了，自己也有了系统。这地狱开局总算稳住了。他端起剩下半碗面糊，不管烫不烫，仰脖咕咚咕咚全倒进肚子，热流顺嗓子眼滑到胃里，整个身子立马暖透了。他感叹舒坦。陆铁军抹抹嘴，刚想躺下歇会儿，小腹底下猛地一阵发紧，一股强烈尿意直冲脑门。刚才光顾砸门救人没感觉，这会儿一放松，膀胱憋得像快撑爆的水气球，两腿不自觉夹紧，不行，得赶紧撒尿，再憋1秒裤裆就得湿。陆铁军捂着肚子，急吼吼冲向门外黑漆漆的山林。刚推开门，夹着冰碴子的北风迎面扑来，刮在脸上像刀割。东北深山老林的冬夜零下30多度，滴水成冰，他冻得直哆嗦，跑到院墙外一棵粗壮的老松树下，解开裤腰带放水，憋得太狠，这会儿放出来那叫一个痛快。热尿浇在雪地上烫出个黄窟窿，直冒白气。陆铁军爽得闭上眼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机械音响了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独立野外排泄，奖励初级夜视眼，多功能工兵铲1把，体质恢复+1。陆铁军手一抖，差点尿鞋上，随地大小便也算里程碑。合着系统拿自己当刚学会不尿裤子的小屁孩呢。不过奖励实打实，双眼一阵清凉，像滴了薄荷眼药水。再睁眼，黑漆漆的深山老林亮堂了，20米内树皮裂纹，雪地枯草，树杈上的冰溜子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比夜视仪还好使。接着手里一沉，多了一把纯钢多功能工兵铲，防滑橡胶把手，铲头带锯齿和开刃，闪着冷光，挖坑砍柴防野兽都行。这4岁小孩补偿包给的太到位了。他提上裤子系好腰带，正要回屋，夜视眼瞥见院墙左边拐角有个黑影，有人。陆铁军立马矮身躲在老松树后，死死盯着黑影。那是个干瘦男人，弓着腰缩着脖，双手揣在破棉袄袖筒里，正一点点往漏风的破门摸。看清那张贼眉鼠眼的脸，陆铁军认出来了，是村里出了名的赖皮狗王二狗子。这孙子傍晚肯定躲在暗处偷看了，这会儿以为2人冻死了，想来趁火打劫，顺便对苏红梅动歪心思。王二狗子摸到门前，顺着门缝往里瞅，咽了口唾沫嘀咕，他说陆家这短命鬼估计早冻硬了，苏红梅长得水灵，要是还有口气，老子今晚就捡个大便宜开荤。听见这话，陆铁军火气直冲脑门，敢打自己媳妇主意，活腻歪了。他攥紧工兵铲，借着恢复的体质，脚步轻得像猫，悄无声息摸到王二狗子背后。王二狗子正撅着屁股往里瞅，陆铁军双手握住铲把，抡圆胳膊，用铲面冲着他脑袋旁边的门框狠狠拍下，砰的一声闷响，门框上的雪哗啦啦掉。王二狗子吓得嗷一嗓子，原地蹦起半米高，落地腿一软瘫在雪地里。他哆嗦着回头，看见一个黑壮身影提着亮闪闪的铁家伙，他吓得妈呀诈尸了鬼啊，声音劈叉，手脚并用往后爬。陆铁军跨步上前，一脚踩在他大腿根旁，冰凉的铲刃直接顶住他脖子。王二狗子瞬间僵住，双手举过头顶。陆铁军压低声音问他，大半夜跑我家门前撅着屁股，活得不耐烦了？王二狗子听出声音，吓得牙齿打架，说铁军大兄弟误会，他是路过，看门破了，想来看看有没有啥能帮忙的。陆铁军冷笑，铲刃往下压，割破棉袄领子贴上皮肉，问他帮我媳妇开荤是吧？王二狗子脸绿了，裤裆一热，一股尿骚味散开，真吓尿了。他哭着说我错了，铁军爷爷饶了我这条狗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拼命作揖。陆铁军嫌恶的皱眉，为了这人渣搭上自己不划算，但得一次打服。他收回铲子，一脚狠狠踹在王二狗子胸口，砰的一声，王二狗子惨叫着在雪地里滚出2、3圈。陆铁军
怒喝：“滚！再让我看见你在我家附近转悠，我拿铲子劈了你脑袋当夜壶！”王二狗子连滚带爬往村里狂奔，些跑掉一只都顾不上捡，眨眼没影了。陆铁军往地上啐了口唾沫，转过身，夜视眼扫过王二狗子滚过的地方，雪地里有一串新鲜的梅花状脚印，前2指深，后脚长浅，是雪兔，看跨度起码5、6斤重，脚印一路往屋后松树林去了。陆铁军眼睛立马亮了，苏红梅身子虚，光喝高粱面糊糊养不回来，必须弄点肉补补。有夜视眼和工兵铲，明天弄几个套索陷阱，抓2只肥兔子炖汤。他拎着铲子推门进屋，火堆烧得正旺，炕上的苏红梅呼吸平稳，脸色有了血色。陆铁军彻底放心，他往火里添了2块木头，拖鞋上炕，把破棉被给苏红梅掖严实，随后靠在热乎的火墙边，把工兵铲放在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，闭上了眼睛，靠着火墙睡一宿，身上总算暖和了。他看了眼炕头的苏红梅，人还在睡，脸颊凹陷，但好歹有了点血色，不像昨晚死灰一样吓人。想让媳妇养好身子，必须得弄点荤腥。陆铁军下地出门，在院里柴火垛底下翻出一截生锈铁丝，又从墙角扯了半截烂麻绳揣怀里，拎起系统给的工兵铲就往外走。出门前他把烂木门掩好，怕冷风冻着媳妇。踩着厚雪，陆铁军直奔村后的深山老林。80年代的大山，有本事就能弄到救命宝贝。走出1里多地，陆铁军停住脚，死盯着前方。2棵大松树中间有一串新鲜的梅花脚印，顺着雪沟通向林子深处，这是野兔下山找时踩出的道。兔子走熟的路就会一直走。陆铁军攥紧工兵铲，顺着脚印往前摸，没走几步，背后响起公鸭嗓：“哟，这不是铁军吗？”陆铁军回头，村里的老光棍王二狗子裹着破黑棉袄，吸溜着大鼻涕凑过来。他说：“大冷天的，你不在家守着你那块咽气的媳妇，跑山里来喝西北风啊？”王二狗子撇着嘴，一脸瞧不上。陆铁军连正眼都没给，转头继续找地形。王二狗子见没人搭理，凑过来伸长脖子看陆铁军手里的东西，扯着嗓子笑，拿根破铁丝和烂麻绳就想上山套兔子。你当山里的野物都是傻子吗？他说：“你要是能用这破烂玩意套着兔子，我王二狗子今天倒立吃血。”陆铁军没理他，在雪沟最窄的拐弯处停下，旁边有棵胳膊粗的小白桦树，他把工兵铲插进雪里，抛出生锈铁丝拧成活结圈，接着用力拉住白桦树冠，硬把树干压弯成弓形。他捡起小木棍，一头卡在树根凸起处，另一头挂住树干，把铁丝活结悬在雪沟正中间，离地1个拳头高。这是弹力套索，兔子跑过去碰掉木棍，白桦树弹直，铁丝瞬间就能把兔子勒住吊起。木棍刚卡好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制作手工玩具弹射类机关，奖励初级陷阱精通，军用尼龙绳10米，热腾腾的大肉包子2个。陆铁军乐了，做杀招陷阱竟被当成小孩玩具，意念一动，手里凭空多出2冒热气的大肉包，他张嘴就是一大口，肥瘦肉馅配大葱，满嘴流油，3两口咽下一个，胃里一暖，手脚立刻有了力气。剩下那个包子，他收进系统恒温储物格，留给红梅。有了初级陷阱精通，陆铁军一眼看出机关的毛病，他蹲下把铁丝圈往下压半寸，又用石头把小木棍边缘磨滑溜，保证一碰就触发。王二狗子站在10几步外喷粪，装模作样，还真把自己当老猎户了。你要是能套着，我管你叫爷爷。话音刚落，林子深处传来沙沙声，陆铁军抓起工兵铲，闪身躲到大松树后头。一只6、7斤重的灰毛大野兔从雪窝子窜出，顺着雪沟往下跑。兔子跑得快，没注意前头悬着的铁丝，啪嗒一声脆响，野兔前腿精准碰掉小木棍，嗖的一声，小白桦树猛地弹直，瞬间拉紧铁丝活结。肥野兔连叫都没叫出声，直接被吊到半空，铁丝死死勒住脖子，他疯狂蹬腿扑腾，把树枝晃得哗啦响。没挣扎几下，野兔翻白眼不动弹了。王二狗子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嘴巴张得老大，一根破铁丝真套住这么肥的兔子。他咽了口唾沫，搓着手厚着脸皮凑上前。王二狗子说：“哎呦，铁军兄弟，你这手艺绝了，这兔子可真肥，见者有份，你分我半拉腿呗，我拿回家熬点汤喝。”说着伸手就要去拽兔子。陆铁军大步跨出，手里工兵铲抡了个半圆，咔嚓一声，工兵铲直接削断旁边手腕粗的枯树杈，断木擦着王二狗子鼻尖飞过，重重砸在雪地。王二狗子吓得一哆嗦，手僵在半空，腿肚子直打转。陆铁军盯着他吐出一个字滚。王二狗子后背发凉，狠话都不敢留，连滚带爬跑没影了。陆铁军把兔子解下来，沉甸甸的红梅的肉汤有着落了。他拎着兔子后腿，拔出工兵铲准备原路返回，刚转身迈2步，他停住脚，野兔跑来的雪沟边缘多出了一串大脚印，脚印比成人巴掌还大一圈，踩得极深，边上的雪面还洒着几滴冻成冰碴的暗红血迹。陆铁军盯着带血大脚印，握紧工兵铲，蹲下抠起带血的冰碴子一闻，腥骚味直冲脑门。再看那深浅不一的蹄印和乱七八糟的步子，他心里有谱了，这绝对是头受重伤的大野猪。80年这会儿，大队过年杀猪一家才分半斤肉，要是把这野猪弄回去，红梅过冬的油水就全有了。他那亏空的身体必须吃肉补，剩下的还能私下换点细粮和煤炭。干了！陆铁军把野兔往后腰一别，攥紧工兵铲，顺着血印子往深山钻，越往深处雪越厚，没过膝盖的雪绊着腿，西北风夹着雪沫直往脸上抽。原主这身子连了好几天太虚了，陆铁军深一脚浅一脚趟着雪，2条腿沉得迈不动，肺里呼噜噜直响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。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雪地探险，奖励1管体能恢复剂和初级动态视力。手里凭空多出管蓝色液体，他咬开塞子一口灌下，一团火热的劲头在肚子里炸开，窜遍全身，打颤的腿马上有了力气。再一眨眼，
周围飘落的雪花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连掉下来的速度都变慢了。有了底气，他加快脚步翻过土坡，来到个被封的山坳。顺风飘来一股浓烈的血腥臭味，他压低身子拨开枯树枝往下瞅，山坳枯草堆里趴着头长满黑毛的大野猪。这畜生少说300斤，嘴里呲着半尺长的白獠牙，肚子豁开个大口子，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血在身下冻成一大滩红冰。野猪听见动静，呼哧一下撑起前腿站起来，通红的绿豆眼死死盯住陆铁军，鼻子直喷白气，前蹄在雪地里乱刨。紧接着他后腿猛一蹬地，像辆失控的拖拉机轰隆隆撞过来，踩得雪花烂泥一样乱飞。脑子里又响起提示音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面对恶犬不退缩，奖励一把金刚剔骨刀和力量加1。手里一沉，多出把冷光闪闪的锋利剔骨刀。陆铁军双手握紧，浑身肌肉全绷紧了，靠着动态视力，野猪飞快的冲撞在他眼里慢了半拍。他不退反进，等獠牙快顶到大腿时，身子一侧顺势在雪地里打了个滚。野猪收不住脚，砰的一声撞在身后大松树上，树上的雪哗啦啦砸下来，把他埋了半截。野猪撞得晕头转向，晃着大脑袋刚要转身，陆铁军已经从地上弹起，他扎稳马步，左手抡圆工兵铲，照着猪鼻子狠狠一拍，啪的一声，野猪疼得嗷嗷叫着往上仰头。趁这空档，他右手反握剔骨刀，看准猪脖子下的软肉，使出全身力气狠狠扎进去，刀刃齐根没入。他手腕用力一脚猛地拔出，滚烫的猪血像喷泉一样飙了一地。野猪惨叫一声，巨大的身子重重砸在雪地里，4条腿抽搐几下彻底死透了。陆铁军抹了把脸上的热血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看着这300斤的大野猪，他心里乐开了花。可这么个大家伙一个人扛不走，就算扛回去也得惹麻烦。这年头山上的东西算集体的，被人瞧见肯定得被大队收走。他四下瞅瞅，确定没人，直接调出系统内1立方米的恒温储物格，拿起剔骨刀麻利的肢解野猪。系统给的刀切肉跟切豆腐似的，顺着猪肚子筋膜一划拉，半张皮就剥了下来。那白花花的肥肉足有3指宽，看着就让人咽口水。他切下40-50斤的五花肉扔进储物格，接着一刀砍在关节处，用力一掰，嘎巴卸下大腿，2条粗后腿，2扇后标排骨，几大块五花肉全被收进储物格，里头时间静止不怕坏，剩下的猪头内脏太占地，他直接挖个深坑埋了。弄完抓起干净血，把地上的血迹脚印全盖住。刚擦干工兵铲上的血，陆铁军耳朵一动，顺风飘来咯吱咯吱的响声，是皮靴踩在硬雪壳子上的声音，步子极稳，绝对不是动物。紧接着咔嗒一声脆响，陆铁军心里一紧，是拉枪栓的声音，还不止一个方向。他立刻把剔骨刀藏进袖子，身子往旁边那棵大松树后一缩，连呼吸都憋住了。踩雪声越来越近，顺着风口摸过来3个黑壮汉子，3人打扮得像叫花子，裹着破黄大衣，戴着脏狗皮帽子，但在80年代的深山里，穿得越破越不好惹。领头的脸上有道长疤，端着生锈的土铳，后面跟着俩，一个拎开山大砍刀，另一个最扎眼，手里竟端着把5-60半自动步枪。陆铁军心里门清，这绝对不是同村乡亲，带自动步枪进山，8成是流窜在长白山一带的狠茬子，专门干偷猎抢劫的脏活。刀疤脸走到刚才杀猪的地方停下，捏起一把带血的血渣子闻了闻，压低嗓门跟虎哥说血还是热乎的没冻上，人刚走没多大会儿，看这出血量，绝对是头大炮卵子。拿步枪的虎哥往地上啐了口唾沫，骂骂咧咧的说他娘的，敢在老子的地盘抢食吃，给老子搜，顺着脚印找，今天连人带猪一起弄死，晚上回去吃肉，想黑吃黑。陆铁军扯了扯嘴角，他上辈子可是特种兵，在这深山里谁是猎物还不一定。他把身子往下压，像个雪堆一样全埋进树根底下的雪窝子里，憋住呼吸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躲猫猫，奖励听觉强化加1，防风防水2踢脚2个。一股热流顺着后脑勺钻进耳朵，陆铁军瞬间觉得周围声音全变大了，风吹松针的沙沙声，3人踩雪的嘎吱声，甚至他们粗重的喘气声，听着就像在耳边一样清楚。3人呈扇形散开搜，拿砍刀的顺着夹脚印往东边小树林摸去，拿土铳的刀疤脸却直奔陆铁军藏身的大松树走来。10步、5步、3步，陆铁军右手死死攥住系统给的剔骨刀，刀刃藏在袖口下，一点反光没漏。刀疤脸刚转过树干探出脑袋，陆铁军猛地从雪窝子里窜起，他左手一把薅住对方的狗皮帽子，用力往下拽，刀疤脸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拽得一个踉跄，脖子往前一伸，陆铁军右手剔骨刀顺势往上一挑，嗤的一声闷响，锋利的刀刃直接扎进他拿枪的右胳膊弯，顺手一脚挑断手筋。刀疤脸刚要惨叫，陆铁军左手一转，死死捂住他的嘴，顺势一脚踹中他膝盖弯，刀疤脸扑通跪地，陆铁军膝盖顶住他后背，拔出剔骨刀，刀疤狠狠砸在他后脑勺上，整套动作连2秒都没用到，刀疤脸翻了个白眼，一声没吭就瘫软在地。陆铁军麻利的夺下土铳，意念一动扔进储物格。远处的虎哥2人还没听见动静，陆铁军摸出系统给的2踢脚，用力一拉底下的红线，抖手朝东边小树林扔去，砰啪2声巨响在几10米外炸开，震得树上积雪哗啦啦往下掉。在那边，虎哥吓了一跳，端起步枪朝爆炸方向就扣扳机，砰砰2声枪响打断了远处的树枝，拿砍刀的也嗷嗷叫着举刀往那边冲。趁2人背对这头，陆铁军像下山豹一样从松树后窜出，他没拿刀，弯腰抓起2把掺着冰碴子的硬雪，用力捏成2个棒球大小、邦邦硬的冰雪球，脑子里再次叮的一声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捏雪球打雪仗，奖励臂力强化加2，精准投掷初级。2股热流涌进胳膊，陆铁军感觉双臂肌肉猛地胀大一圈，浑身是劲。他掂了掂手里的冰雪球，死盯拿砍刀那人的后背，走你！陆铁军抡圆胳膊，冰雪球像出膛炮弹一样飞出去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冰雪球带着风声精准砸中那人后脑勺，这一下力道极大，雪球直接碎成粉，那人连哼都没哼，双腿一软直挺挺拍在雪地上，脸搓出一条长血印子，彻底不动了。虎哥听到动静猛转过身，一看倒下的同伙和几10米外的陆铁军，气得眼珠子通红，我操你大爷！他
他端起步枪就要瞄准，陆铁军哪会给他开枪的机会？第二个冰雪球紧跟着砸过去，啪！冰雪球正中虎哥面门，砸得他鼻梁骨咔嚓一声脆响，鼻血狂飙，眼冒金星。他手里的枪一歪，砰的一声打在旁边雪地上，溅起一片血沫。虎哥捂着鼻子，疼得眼泪鼻涕直流，连退好几步。他也是个老江湖，一看就知道碰上硬茬了。这小子躲在暗处不吱声，一出手就干倒俩兄弟，扔雪球比扔石头还狠。虎哥连地上的兄弟都顾不上，转身拔腿就往山上跑。想跑，陆铁军冷笑一声，迈步就追。路过晕倒那人身边时，顺脚把开山砍刀踢飞进雪坑，又跑到虎哥刚才站的地方，一把抄起掉在雪地上的半自动步枪塞进储物格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在深山里有把长枪防身踏实多了。两人一前一后在齐溪深的雪地里狂奔。虎哥在山里混得久地形熟，专往灌木后倒木多的地方钻。陆铁军体力虽好，但原主身体单薄，一时间竟没能拉近距离。追了十几分钟，前面树林变稀疏，虎哥跑到一处断崖边，下面是结着厚冰的河沟，少说10几米高，摔下去绝对没命，没路了。虎哥停下脚步，转身大口喘气，脸上呼满鼻血，看着挺吓人。他从腰里摸出把杀猪刀，死死盯着追上来的陆铁军。小子，你别逼我，再往前一步，老子跟你拼命！陆铁军停在10步外，双手空空扯了扯嘴角，他压根没看虎哥手里的刀，而是抬头看断崖上方，一棵粗壮的歪脖子老松树上有根手臂粗的枯树枝，上面倒挂着一块少说100-10斤重的巨大冰坨子，正悬在虎哥头顶。陆铁军慢悠悠从兜里掏出剩下的那颗2踢脚，手指勾住了红拉线。陆铁军踩着齐膝深的雪，死死盯着前面连滚带爬的虎哥。虎哥跑的棉鞋都掉了一只，光着脚在雪地里狂奔，回头看见陆铁军紧咬着不放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你别追了，刘瘸子和王二狗子都死了，你还想把事情做绝咋的？虎哥喘着粗气嚎叫。陆铁军一言不发，加快脚步。今天要是放跑这祸害，明天他就能带更多人来踹门，必须收拾干净。跑出树林，虎哥慌不择路，一头扎到断崖边，底下是10几米深的冰河，没路了。他转过身，鼻血流进嘴里也顾不上擦，死死握着杀猪刀，手腕直哆嗦。他盯着陆铁军手里的红皮2踢脚，咧开满口黄牙笑了。虎哥说：“小子，你拿个破炮仗吓唬谁呢？老子在林子里混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，有种你点啊！看是你扔得快，还是老子的刀快？”陆铁军没搭理他，视线越过虎哥头顶，盯着断崖上方那棵歪脖子老松树，一根手臂粗的枯树之上，倒挂着个100-10来斤重的巨大冰坨子，尖端透着寒光，正好悬在虎哥头顶，算算距离7-8米高，正好是2踢脚第2响能窜到的位置。陆铁军冷笑一声，说：“破炮仗，要你命足够了。”他手指勾住红拉线，猛地一拽，引线瞬间点燃，冒出白烟。他抡圆胳膊，照着虎哥头顶斜上方，狠狠把2踢脚甩了出去。2踢脚带着火星子直奔虎哥面门。虎哥吓得怪叫一声，丢下杀猪刀就往雪窝子里扑，第一声在离地2米多高炸开。2踢脚接着反冲镜头，在半空拐了个弯，嗖的窜进那棵歪脖子老松树的树杈里。虎哥趴在雪地里抱头等了半天没觉得疼，刚想抬头骂人，头顶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2踢脚第2响彻底炸开，震得人耳朵嗡嗡响，树上积雪哗啦啦往下掉，爆炸火光正好亮在挂着冰坨子的枯树枝根部，枯树枝冻得嘎嘣脆，经不起这么近一炸，咔嚓一声从根部折断，100-10斤重的大冰坨子瞬间失去支撑，从7-8米高处砸下来，带起一阵破风声。虎哥刚抬起半个头，感觉头顶一暗，他下意识往上看，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一个磨盘大小的尖锐黑影照着他后背就砸下来。虎哥说了一声我靠，连滚带爬想躲，可双腿陷在深雪里根本拔不出，一声闷响，冰坨子结结实实砸在虎哥右肩和后背上，直接把他像拍苍蝇一样拍趴在地，雪花震起1米多高，一阵骨头碎裂声传出，虎哥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嘴里狂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把白雪染得通红。断崖边是个向下斜坡，冰坨子砸中他后借着惯性继续往前滚，虎哥的身体像个破麻袋，被大冰坨子推着在雪地上犁出一道血槽，一路滑向10几米高的断崖边缘。滑出崖边的最后一刻，虎哥双手死死抠住一块凸起的冻土，他半个身子悬空在10几米高的悬崖外，2条腿在半空乱蹬，10根手指的指甲全抠翻了，鲜血顺着冻土往下滴。那个大冰坨子已经滚下崖壁，几秒后在崖底冰面上摔得粉碎。虎哥听着底下的动静，吓得尿了裤子，10几米高摔在硬冰面上绝对成肉泥。他艰难抬头，满脸血水鼻涕，看着走过来的陆铁军满眼恐惧。虎哥说：“兄弟，大爷，祖宗，你拉我一把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他扯着嗓子发抖嚎叫，说：“我兜里有钱，有全国粮票，全给你。我家里地窖还藏了2根小黄鱼，我都告诉你藏哪了，求你别让我掉下去。”陆铁军走到崖边蹲下，看着虎哥惨不忍睹的脸，眼神冰冷。陆铁军说：“你把苏红梅扔在雪地里冻着的时候，想过拉她一把吗？你拿着刀追杀我的时候，想过放我一马吗？”陆铁军根本不吃这套，伸手摸进虎哥棉袄内兜，掏出一个包的严实的油布包，捏着挺厚实，里面应该有不少钱票。他直接把油布包塞进怀里，看都不看虎哥一眼。虎哥一看这架势心彻底凉了，知道陆铁军今天是铁了心要他的命，绝望瞬间变成疯狂。虎哥说：“小兔崽子，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，要死一起死。”他抠着冻土的右手猛地松开，身子往上一窜，一把抓向陆铁军脚踝，想把人一起拽下悬崖垫背。可陆铁军早防着这手，就在虎哥松手的一瞬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抬起穿着厚皮鞋的右脚，照着虎哥血肉模糊的脸狠狠踹下去。陆铁军说：“去底下跟阎王爷说吧。”这一脚力道极大，虎哥鼻梁骨当场凹陷，抓人的手也落了空。他惨叫一声，身子失去支撑，
直挺挺朝崖底坠落。2-3秒后，崖底传来吧唧一声闷响，就像装满水的气球砸在硬地上。陆铁军探头往下看，虎哥头朝下砸在冰面上，脖子折成个诡异角度，四肢抽搐2下彻底不动了，鲜红的血水在白冰上晕开一大片，死透了。陆铁军站起身拍掉血渣子，吐出一口白气，总算把这群祸害解决干净了。有了收进储物格的半自动步枪，还有怀里这包钱票，回家能给苏红梅弄点好吃的补身子。他紧了紧破棉袄，刚准备原路返回，脚底猛地传来一阵咔咔声，低头一看，头皮直发麻。刚才的爆炸和冰坨子撞击早把崖边冻土震松了。他又在边缘站了半天，这块悬空崖皮终于承受不住，一条手指宽的黑缝顺着脚底雪地快速蔓延，眨眼间裂开一大片。不好，他方了！陆铁军大腿肌肉猛地绷紧，拔腿就想往后跳回实地，可还是晚了。轰隆一声巨响，脚下2-3米宽的崖边冻土连带积雪直接崩塌。陆铁军脚下一空，失去重心，失重感猛地袭来，周围全是碎裂的土块冰雪，他整个人跟着大块冻土直直朝10几米深的冰河砸下去。就在他往下掉的瞬间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高处滑梯体验，奖励特种金刚飞爪连带30米速降伞绳一套，身体柔韧度加5。提示音刚落，陆铁军右手心猛地一沉，多了一团冷冰冰的重物。他想都没想，借着下坠的劲头，抡起右手的飞爪，照着石壁上伸出的一截粗松树根死死砸过去。当的一声闷响，金刚飞爪死死咬进冻硬的树根里，手里的伞绳一下绷得笔直，一股巨大的拉力顺着绳子传到胳膊上。换做平时，这一下非得把肩膀拽脱就不可，但系统奖励的身体柔韧度加5起了救命作用。陆铁军只觉肩膀筋骨一阵发热，关节像抹了油一样滑溜，硬生生抗住了这股往下扯的力道。他整个人像钟摆一样在半空荡了个大圈，砰的一声撞在崖壁厚厚的积雪上，这一下撞得两眼冒金星，胸口发闷。他死咬着牙，双手死死攥着伞绳，一声没吭。底下就是河床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双手交替倒着绳子，顺着崖壁快速往下滑，双脚终于踩到实地。河底积雪极厚，一脚踩下去直接没过膝盖。陆铁军松开伞绳，弯腰大口喘着粗气，吐出嘴里的雪沫子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脚，除了撞在崖壁上有点岔气，全身连块皮都没破。系统这奖励真是救了命，并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他直起腰拍掉身上的雪块往前看，刚才引发他方的那块100斤重的冰坨子，正好砸在河道中央的冰面上，后冰层被砸出个大窟窿，底下的河水咕嘟咕嘟往外冒。窟窿旁边躺着一只被砸得血肉模糊的傻狍子，这狍子估计是想趁天黑过河找吃的，倒霉催的正好赶上冰坨子掉下来，躲都没地方躲，直接被砸断脊梁骨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陆铁军眼睛一亮，几十斤肉够他和苏红梅吃上一阵子了。他迈开腿，趟着极稀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朝狍子走去，没走几步，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低吼声从河对岸芦苇荡传出来，声音极沉，像拉破风箱，带着股浓浓的腥臭味，顺着冷风直往鼻子里钻。陆铁军停下脚，浑身肌肉一下绷紧，死盯着对岸一人多高的骷髅尾，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踩碎了冰面上的枯枝，紧接着一片骷髅尾被粗暴拱开，一个像小坦克一样的黑影慢吞吞走出来。陆铁军倒抽一口凉气，这是一头体型大的吓人的野猪，山里猎户管这种落单的公野猪叫炮卵子，这玩意儿脾气暴，一旦发飙，黑熊老虎都得躲着走。眼前这头少说300多斤，浑身长满钢针一样的黑毛，背上高高隆起，最要命的是它身上裹着层厚厚的挂甲，那是野猪常年在松树上蹭松油，再去泥坑打滚，一层油一层泥积攒出来的硬壳，这挂甲比石头还硬，普通猎枪打上去最多留个白印子，连皮都擦不破。他嘴里翻出2根发黄的獠牙，像2把弯刀，尖端还带着暗红血迹，一看就沾过血。这头炮卵子本来是被狍子的血腥味引来的，这会儿却停下脚，2只通红的小眼睛死死盯住河道中间的陆铁军。在他眼里，这个2条腿站着的活物也是一块送上门的肉。呼哧呼哧，炮卵子鼻孔喷出2道白气，前提在冰面上烦躁的刨动，刮出刺耳的声音，眼看就要扑上来。陆铁军下意识往腰间摸，心里立马凉了半截，空了。刚才摔下来时别在腰带上的破柴刀不知道掉哪去了，现在他全身上下除了那根伞绳，连个防身的铁片都没有，赤手空拳对付一头300多斤披着挂甲的炮卵子，纯粹是嫌命长，跑也跑不掉。齐膝深的雪地里，2条腿根本跑不过4条腿，只要敢把后背露给他，那2根獠牙立马就能把肠子挑出来。陆铁军死盯着野猪的眼睛，脚步一点点往后退，脚后跟猛地碰到个硬邦邦的东西，他用余光一扫，是一截被风雪折断的粗柞木树枝，冻得像铁棍一样硬。他弯腰一把将树枝抄在手里，像握刀一样横在胸前。就在握紧树枝的瞬间，脑子里再次叮的一声响，系统声音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拿起树枝当大刀动作，奖励高碳钢从零开山刀一把，右臂瞬间爆发力加10。声音刚落，陆铁军手里的柞木树枝凭空消失，变成了一把沉甸甸黑漆漆的军用开山刀，刀柄缠着防滑伞绳，握着极其贴手，刀身宽厚，刀刃闪着寒光，刀背带一排锋利锯齿，中间那道深血槽看着就让人胆寒，绝对是把利器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滚烫的热流顺着手腕猛地窜进他整条右臂，陆铁军只觉右臂肌肉迅速膨胀，青筋暴起，里头充满了用不完的力气，握刀的手稳如泰山，力量爆棚的感觉让他心里的紧张一扫而空。他双手握住刀柄，刀尖直指对面的炮卵子，低吼来啊畜生！这声低吼彻底激怒了野猪，炮卵子嗷的一声嚎叫，后腿猛蹬冰面，庞大的身子像炮弹一样直奔陆铁军撞过来，300多斤的重量加上冲刺速度，气势吓人。他跑过的地方积雪扬起2米多高，冰层踩得咚咚响，连带陆铁军脚下都在微微发颤。10米、8米、5米，腥风扑面而来，甚至能看清野猪獠牙上的碎肉。陆铁军站在原地，双脚像钉子一样扎在雪地里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系统加持不仅让右臂充满爆发力，反应速度也提到了顶点。在他眼里，野猪冲刺的动作慢了半拍。3米，就在獠牙快顶到大腿的瞬间，陆铁军动了。
他腰部猛地发力，双腿一错，整个人硬生生往左横移半步。野猪带着狂风从他身侧擦过去，粗硬的泥甲蹭到棉裤腿，刮得布料刺啦响。野猪冲得太猛，刹不住车，一头撞在陆铁军身后枯死的白桦树上，咔嚓一声巨响，大腿粗的白桦树被硬生生撞断，木屑夹着积雪漫天乱飞。这下撞得极狠，但野猪挂甲太厚，只是晃了晃大脑袋，皮都没破。他转过身，两只小眼睛红得快滴血了。他死盯着陆铁军，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咆哮，前蹄再次疯狂刨地，一击莫中。这畜生彻底发狂了。陆铁军吐了口唾沫，双手死攥开山刀柄，慢慢压低重心。他知道这畜生挂甲后硬砍没用，唯一的弱点就是耳朵后面那一小块没挂甲保护的软肉，那是连着颈椎的死穴。野猪再次低头，后腿发力，蹄子在冰面上刮出一串火星，第二次发起冲锋，这次速度更快，气势更凶。陆铁军死盯着野猪耳朵后面的那块皮肉，右臂肌肉高高隆起，黑色的开山刀在雪地里倒映出森冷的寒光，风卷着雪沫子直往陆铁军脸上抽，他眼皮都没眨，死盯着冲过来的野猪。10步5步，野猪身上那股烂泥混着臭汗的腥骚味直冲脑门。陆铁军双腿像钉死在冰面上一样半步不退，他心里清楚，这时候后退就是找死，只要敢把后背露出来，立马就得被獠牙捅穿肠子。3步，野猪猛地低头，两根挂着冰碴子的黄褐色獠牙直奔陆铁军大腿根挑来。就在獠牙快碰上裤腿的瞬间，陆铁军动了，他右腿肌肉绷紧，左脚猛蹬雪地，踩得冰面咔嚓裂开。借着这股劲，他身子硬生生往右倒去。野猪像辆刹不住的拖拉机，带着狂风从他左边擦过。陆铁军没躲远，身在半空，左手就像铁钳一样探出，一把薅住野猪脖子后面那撮又硬又长的鬃毛，鬃毛硬得像钢丝，扎得手心生疼。他死死攥着就是不撒手。野猪冲得太猛，直接把陆铁军带得往前飞扑。他在雪地上滑行，膝盖磕上冻土快疼得直咧嘴，左手依旧死死抠住。这畜生感觉背上挂了人，立马急眼了，4条粗腿在雪地里乱蹬，大脑袋疯狂左右乱甩，想把人甩下来。野猪一根獠牙往回一勾，撕啦一声，直接把陆铁军棉袄下摆扯开一道大口子，破棉絮呼了他一脸。这一下要是再偏半寸，肚子就得被豁开。陆铁军根本顾不上灌风的破衣服，借着野猪甩头的劲，左臂猛往回拉，整个身子贴上去，直接骑到了野猪肩膀后面。就是现在，他死盯着野猪耳朵后面那一小块地方，那里的泥甲之前撞树裂开了，露出红白相间的厚皮，这是这畜生全身唯一没挂甲的死穴。陆铁军咬紧牙关，低吼一声，右手高举开山刀，胳膊上青筋直冒。他没用砍的，砍不透那层厚皮，他把全身力气加上野猪前冲的惯性，全压在刀尖上，对准那块软肉狠狠扎下去。噗嗤，刀尖刺破厚皮，切开肥肉，顺着颈椎骨缝隙扎了进去。陆铁军手腕猛地一拧，刀刃直接切断了里面粗壮的脊髓。野猪发出一声惨叫，震得树上积雪直往下掉，叫声刚喊一半就断了。野猪两条前腿瞬间失去力气，软绵绵的跪下去，300多斤的身子一头栽进雪地，巨大的惯性推着他往前离出2米多深的沟，最后重重撞在大石头上才停下。陆铁军被冲力甩飞，在雪地里连滚3、4圈，他顾不上疼，单腿跪地握紧开山刀，死盯着雪坑里的野猪防他再爬起来，但这畜生再也起不来了。他侧躺在坑里，4条腿像触电一样抽抽，耳朵后面那个血窟窿里暗红色的血汁往外喷，滚烫的猪血化开大片积雪，冒出一股股白烟。陆铁军大口喘着粗气，呼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了冰霜，他浑身肌肉发抖，刚才那一刀用尽了全力，现在两胳膊酸得像灌了铅，连刀都快握不住了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。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独立捕捉大只虫子，奖励初级解剖技能金刚杀猪刀1把，体质强化+2。陆铁军扯了扯嘴角，300多斤的野猪在这系统眼里居然只算个大只虫子。不过他现在顾不上吐槽，提示音刚落，一股暖流从心脏窜出，顺着血管流遍全身，刚才还酸痛的胳膊瞬间轻松，冻僵的手指重新有了知觉。他明显感觉到衣服底下的肌肉变紧实了，浑身都是力气，连吸进肺里的冷风都不觉得扎人了。紧接着右手一沉，开山刀旁边多出把新刀，低头一看，是把崭新的杀猪刀，光滑的木头刀把握着正合适，黑灰色的金刚刀身带着点弧度，闪着渗人的寒光，一看就快得很。一大堆知识同时塞进脑子，野猪骨头怎么长，肉怎么分，内脏在哪，从哪下刀最省力，全像长在脑子里一样，熟练的像杀了10几年猪的老手。陆铁军起身走到野猪跟前，拿脚踢了踢猪肚子，死透了。抬头看天，雪越下越大，天也暗了，这地方不能久留，血腥味这么重，一准得把山里的狼群和虾熊招来，但他不能就这么把猪拖回去。现在虽然包产到户了，可大山还是集体的，村里规矩死，谁打着大件野物都得交大队部，按工分给全村分肉。他要是把这300多斤的猪拖进村，全村非炸锅不可，那死板大队长一准带人把猪抬走，最后落到他和苏红梅嘴里的，估计就剩碗飘着菜叶的清汤，更别提村里还有王二狗子那种无赖，看见这么大头猪肯定眼红找事，趁乱偷肉。陆铁军往地上啐了口唾沫，交上去，门都没有。苏红梅还躺在冷炕上，饿得皮包骨头快没气了，正需要肥肉有水续命，他自己也得吃肉养身子。他拼命打下的肉，凭啥白分给那些看笑话的人？他蹲下身，握紧系统给的杀猪刀，初级解剖技能瞬间发动，他把野猪翻个面，肚皮朝上，杀猪刀在野猪脖子大动脉上轻轻一划，剩下的猪血顺着刀口哗哗流进雪地。等血放完，他开始剥皮，刀尖顺着下巴沿肚皮正中间划到尾巴根，系统给的刀太快，切猪皮跟切豆腐一样。陆铁军左手扯住猪皮往外拉，
右手拿刀在皮肉间快速走刀，刀刃贴着白花花的肥油，双手上下翻飞，不到10分钟，一张完整的野猪皮就剥下来铺在雪地上，皮一剥，底下全是肉。陆铁军眼睛亮了，这野猪秋天肯定吃了不少松子，肚皮上的肥肉足有3指厚，这缺有少盐的年月，肥肉可比瘦肉金贵。他毫不客气挥刀就切，顺着肉里一割，一块四四方方、红白相间的极品五花肉就卸了下来，少说也有20斤。他伸手一摸，心念一动，五花肉瞬间消失，直接收进了系统奖励的那1立方米恒温储物格。接着是排骨，他手腕一转，刀尖顺着脊椎骨缝插进去，用力一挑，咔吧一声卸下一整扇排骨，收进储物格。前腿肉、后腿肉、里脊肉、脖子上的活肉，陆铁军手里的杀猪刀舞出刀花，专挑肉多肉好的地方下刀，切一块收一块。他把肉码得严严实实，不留缝隙。陆铁军停手看地上的剩货，储物格装了100多斤最肥美的纯肉，地上还剩一条半后腿、一扇排骨、猪心、猪肝、几根棒骨和那个死沉的猪头，加起来大几十斤，扔了可惜。他把野猪皮翻面带毛朝下铺好，把剩下的后腿、排骨、下水和棒骨全扔上去。猪肠子和猪头太重不好拿，干脆不要了。他砍了几根结实树藤，把猪皮4角揪在一起，死死捆住，打上死结，做了个沉甸甸的肉包袱。弄完这些，他用脚把带血的血全踢到猪头和肠子上盖严实。血这么大，不出1小时痕迹全没，神仙也找不着。陆铁军弯腰抓住树藤，一发力把肉包袱甩上后背，7、80斤的东西换了系统家的2点体质，背着跟带棉花一样轻松。他收好杀猪刀，捡起开山刀，认准方向，大步朝山下走。积雪没过小腿肚，他踩得咯吱咯吱响，心里盘算的明明白白。储物格里那100多斤好肉是底牌，谁也别想动，留着跟苏红梅慢慢补身子。后背这包袱就是拿来过明路的幌子，等会儿进村碰见人，就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捡了头冻死的小野猪，反正没猪头，谁也不知道猪多大。背着这么点肉回去，就算有人眼红，也不至于闹到大队长出面来抢。想到这，陆铁军加快脚步，透过树林，已经能看见山下村里的土坯房。苏红梅还在那到处漏风的破屋里等着他。一想到那宁可自己冻死饿死也不肯多吃一口饼子的傻女人，他觉得后背的肉包袱一点都不沉了。今晚必须吃肉，他要切大块肥肉，熬一大锅浓肉汤，让那傻女人敞开肚皮吃，吃到浑身冒汗。陆铁军紧了紧肩膀上的树藤，迎着风雪大步走出了树林。大风刮得脸疼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家家户户都关门躲冬。他背着破衣服包的肉包袱，血水早冻成了暗红的冰碴子。走到村口老榆树下，土墙后头闪出俩人，王二狗子双手揣在破棉袄袖里，冻得直吸溜鼻涕，一双3角眼死死盯着他后背的包袱。旁边一瘸一拐的刘瘸子也直勾勾看过来，这年头谁肚子里都缺油水。王二狗子鼻子尖，闻见血腥味眼睛都直了。王二狗子说：“铁军兄弟，你这辈的啥好东西，这大冷天上山打着野味了。”他厚着脸皮往前凑，伸手就想摸包袱。陆铁军肩膀一偏，躲开脏手，冷着脸没吭声。王二狗子摸了个空也不恼，嘿嘿干笑2声说：“兄弟，咱村可有规矩，山上的东西都是集体的，你打着野猪了，这可得交到大队去按人头分肉啊。”他眼珠一转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不过你要是懂事，切一块后座肉给我和瘸子，咱俩就当没看见，替你保密咋样？”刘瘸子跟着帮腔说：“就是，铁军，做人可不能吃独食，容易烂嘴巴。”陆铁军早防着这手，他把背上的包袱解下来，砰的一声扔在雪地上。他说想吃肉，包袱散开，露出一堆带血丝的野猪骨架，还有几块连皮的烂碎肉。好肉早被他收进系统储物格，背下山的这就是个空架子。陆铁军说：“山里有狼咬死头小野猪，我捡了点剩下的骨头棒子。”他盯着王二狗子，声音冷得掉冰碴说：“你要是馋，自己进山找狼抢去，说不定还能捡2块带肉的。”王二狗子伸长脖子一看，发现真是一堆啃得坑坑洼洼的骨头，满脸扫兴，但他还是不甘心，指着一块带肥膘的骨头说：“那这块骨头给我拿回去熬汤。”说着他就要弯腰去拿，陆铁军反手抽出腰间的开山刀，咔嚓一声剁在王二狗子手边半寸的冻土上，冰渣子崩了他一脸。陆铁军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的东西谁碰谁死。”王二狗子吓得一哆嗦，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，脸都白了。刘瘸子也倒退好几步，汗烟袋都掉在地上。这陆铁军平时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今天咋跟活阎王似的？就在这时，陆铁军脑子里叮的一声响了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护食行为，奖励1斤装粗盐1袋，生铁锅1口，体质恢复+1。一股暖流顺着脊椎往上窜，陆铁军感觉走山路消耗的力气全补回来了，握刀的手更稳了。他抓起地上的包袱甩到背上说：“再敢跟着我，我就拿这刀给你们放血。”扔下这话，他头也不回朝村尾破屋走去。王二狗子坐在雪地里气得直咬牙说：“呸，神气什么？捡点狼剩下的破骨头也当宝贝。”他爬起来拍拍屁股说：“找大队长去，就说他倒买倒卖，私藏集体财产。”陆铁军推开自家破木门，冷风顺着门缝直往里灌，屋里黑漆漆的。苏红梅裹着薄的像纸的破棉被蜷缩在炕角，听见门响，他费力睁眼，看到陆铁军全虚全已回来了，眼泪唰的流下来。他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陆铁军赶紧关严门，把包袱放地上，说：“我回来了，别哭，今天咱吃肉。”他走到炕边摸了摸苏红梅的额头，虽然还有点凉，但比之前强多了。之前那碗高粱面糊糊算是保住了他的命。陆铁军没耽误功夫，走到灶台前，意念一动，系统奖励的生铁锅凭空出现在手里。他把旧破锅换下，接着从地上包袱里拿出几根大骨头，背对着苏红梅做掩护，实际是从系统储物格里掏出一大块带皮五花肉，足有3、4斤重，肉拿出来还是新鲜软乎的。陆铁军拿开山刀把五花肉切成麻酱块，没油没葱姜蒜，那就直接干煸。他抓把血塞进铁锅化开洗锅，等锅烧热，直接把肥肉块扔进去，滋啦一声，肥猪肉碰上烫铁锅冒出白烟，金黄的猪油被煸炒出来，浓郁的肉香味在破屋里炸开了。炕上的苏红梅闻到这味道，眼睛睁大，喉咙上下滚动，咽了一大口口水。她大半年没闻过肉味了。陆铁军看着锅里滋滋冒油的肉块，又扔进几块瘦肉和骨头
翻炒，等肉变色，他端起水缸里的冰水，哗啦一声倒进锅里，水汽蒸腾，屋里暖和了不少。他趁机拿出系统奖励的粗盐，捏了一大把撒进锅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猛炖。没一会儿水开了，咕噜咕噜直冒泡，混着油脂和盐巴的肉香顺着门缝和破窗户直往外飘，这味道太霸道，在吃不饱饭的大冬天，简直能把人的魂勾走。陆铁军揭开锅盖，用木勺舀了一块炖得软烂的五花肉，吹了吹热气，走到炕边，直接递到苏红梅嘴边。他说张嘴吃。苏红梅看着油亮热腾的肉块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她不敢张嘴，拼命摇头，说你吃，你是男人，得干活。陆铁军眉头一皱，说少废话，让你吃就吃，直接把肉塞进他嘴里。苏红梅下意识一咬，满嘴流油，肉香混着咸味散开，好吃的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。陆铁军看他狼吞虎咽，转身准备给自己也盛一碗。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紧接着院门被人一脚踹得咣当直响。王二狗子在外面破口大骂，说陆铁军，你小子给我滚出来，大队长来了，你偷藏集体的野猪肉，还敢躲在屋里吃独食，赶紧把门打开，外头乱哄哄的，听动静至少来了5-6个壮汉，那霸道的肉香味飘出去，把半个村子的人都招来了。陆铁军拿着木勺的手停在半空，转头看着被拍得直晃荡的木门，眼神冷了下来，找死的东西，还真敢带人来抢食。他放下木勺，顺手抄起灶台边那把还在滴油的开山刀。苏红梅坐在炕上，听着外头大的吓人的砸门声，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嘴里那块直冒油的五花肉还没咽下去，眼泪就先掉下来。他一把扯住陆铁军的衣角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说当家的，你别去，大队长来了，咱惹不起他们，你把肉端出去吧，给他们吃，只要不挨打就行。陆铁军反手拍开他的手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，说吃你的肉，天塌了我顶着。他攥紧手里还在滴油的开山刀，眼神冷得像外头的冰碴子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音响了。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护食护巢行为，奖励初级格斗本能限时1小时，大团结2张。一股热流顺着脊梁骨窜遍全身，陆铁军觉得浑身肌肉都紧实了，脑子里凭空多出一堆打架招式，手脚也变得特别轻快。他没管兜里多出的2张纸币，拎着开山刀大步走到院子里，咣当一声，本就破烂的院门被人一脚踹开，半扇木门直接倒在雪地里，砸起一片血沫子。王二狗子眼睛乱转，第一个钻进来，后头跟着大队长张大山和4个壮得像牛一样的汉子。这帮人一进院子，冷风一吹，屋里那股浓浓的炖肉香味直接扑了他们一脸。王二狗子猛吸一大口气，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说好你个陆铁军，全村老少爷们都饿着肚子啃树皮，你倒好，关起门来吃大肉。王二狗子指着陆铁军的鼻子扯嗓子嚎，说大队长，你闻闻这味儿，绝对是野猪肉，这小子肯定去后山偷了集体的活物，在这吃独食呢。张大山穿着旧军大衣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板着脸走上前，他深吸一口空气里的肉香，喉结上下滚了滚，硬把馋虫压下去，摆出官腔。他说铁军啊，你这事儿干得可不地道，后山上的活物连根草那都是集体的财产，你打着野猪不交到大队部分给乡亲们，自己躲在家里偷吃，这可是犯大错误的。他停顿一下，拿眼睛往屋里瞟，说赶紧的把锅端出来，我念在你是第一次，家里又困难，今天这事儿我就不往上报了，肉归集体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陆铁军听完直接气笑了，手里提着开山刀往前迈了一大步，刀尖直指张大山的鼻子。他说放你娘的狗臭屁，一口唾沫吐在雪地里，说张大山，你少拿大帽子压我，后山的野猪什么时候成集体的了？那是我在大山深处拿命拼回来的，想要肉，行啊，拿命来换。张大山被这不要命的架势吓了一跳，往后退半步，脸都青了，说你还敢拿刀对着我，反了你了。王二狗子仗着人多在后头跳脚拱火，说大队长，你别跟他废话，这小子平时就是个软骨头，今天这是装大爷呢，咱们几个一起上，把他绑了，进去把锅端了分肉吃。说着他搓着手咽着唾沫，带头就往屋里冲。陆铁军眼神一冷，系统奖励的初级格斗本能立马生效，他根本不废话，身子微微一侧躲过王二狗子伸来的手，紧接着抬起右腿照着王二狗子的肚子就是狠狠一脚，砰的一声闷响，王二狗子连哼都没来得及哼，整个人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院墙上又弹回雪地里。他捂着肚子蜷成一只大虾米，疼得在地上直打滚，半天喘不上气。那4个壮汉一看动手了，平时在村里欺负人惯了，立刻撸起袖子就要围上来。陆铁军手腕一翻，开山刀带着风声狠狠劈下，咔嚓一声，旁边一根劈柴用的手臂粗木桩子被他一刀劈成2半，锋利的刀刃力气没散，深深嵌进底下的冻土里，震得地面发出一声闷响，院子里静得连喘气声都听得见。陆铁军单手握刀柄，一脚踩在劈开的木桩上，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那4个汉子。陆铁军声音冷得刺骨，问谁想试试是他的刀硬还是他们的脖子硬，往前走一步试试。4个壮汉吓得硬生生停住脚，看着陆铁军那副要吃人的表情，再看看地上打滚的王二狗子和劈开的木桩，谁也不敢出眉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真要逼急了这小子真敢杀人。张大山指着陆铁军的手直哆嗦，气得脸都红了，说陆铁军敢打人，信不信他明天就开大会批斗他。陆铁军说张大山批斗个屁，他一把将开山刀从冻土里拔出来，刀身反射着血光。陆铁军说他只知道谁抢他的饭碗，他就要谁的命。张大山平时村里谁在后山下套抓兔子，他当我不懂。陆铁军问张大山今天看他吃口肉是不是眼红了。陆铁军往前逼近一步，压低声音冷笑，说张大山要是真想把事情闹大，行啊，咱们明天就去镇上。陆铁军说他倒要问问张大山上个月在镇上黑市倒买倒卖粮食的事，够不够张大山进去蹲几年的。张大山一听这话，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抖，眼神里立马闪过一丝慌乱。张大山说陆铁军胡咧咧什么？张大山心虚了，声音都变了调。张大山咽了口唾沫，知道今天这硬茬子碰不得，赶紧找台阶下。张大山转头冲地上打滚的王二狗子
狠狠踹了一脚，骂道没用的东西，还不赶紧起来，带错路还在这儿丢人，咱走！王二狗子被踹得直哼哼，从雪地里爬起来，连句狠话都不敢放。4个壮汉赶紧让开道，跟着张大山夹着尾巴出了院子，连那半扇破门都没敢扶。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，陆铁军冷哼一声，提着刀转身回屋。苏红梅在炕上看的眼睛都不敢眨，她从没见过自家男人这么硬气，平时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，今天居然敢拿刀指着大队长，还把王二狗子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。陆铁军把开山刀往桌上一拍，端起自己那碗有些凉的肉汤大口喝下去。陆铁军说看什么看，赶紧吃。他抹了一把嘴上的油，说吃饱了睡觉，明天还有活干。苏红梅赶紧低头把碗里的肉全塞进嘴里。吃饱后，2人合衣躺在冰冷的土炕上，肚子里有肉食垫底，身上散发着热气，倒也不觉得冷。半夜，陆铁军正睡得迷糊，窗外传来一阵极轻的细碎响动，像是有东西在挠木头。他猛地睁眼，浑身肌肉绷紧，手悄悄摸向枕头底下的开山刀，借着外头微弱的血光，糊着旧报纸的破窗户上映出一个高大的人影。那黑影正紧紧贴在窗棂上，手指一点点抠着窗户纸。陆铁军眼神一冷，没吭声，悄悄掀开破被子，光脚踩在泥地上。苏红梅被冷风激醒，一抬头看见窗户上的高大人影，刚要尖叫，陆铁军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凑到耳边说别出声，有贼。苏红梅吓得身子发僵，死咬嘴唇，双手死死抓着他的衣角点头。陆铁军扒开他的手，反手抽出枕头底下的开山刀，他猫着腰贴墙根往窗边摸，脚下踩得极稳，没一点动静，直接站在窗边阴影里等着。吧嗒一声，插销被挑开，破木窗被用力推开，冷风加雪呼啦啦往屋里灌。一个黑影爬进屋，落地后蹲着听了会动静，确定炕上没血，这才站起身直奔灶台。白天煮的肉香味还没散干净，黑影在灶台边摸索，不小心碰倒破碗，当的一响，他吓得赶紧蹲下，见没人动弹，又站起来去掀锅盖，嘴里小声嘀咕说他娘的，听说这傻子今天吃肉了，老子非得连锅端了不可。黑影说等吃饱了再去摸摸那小娘们。躲在暗处的陆铁军眼神彻底冷了，偷东西就算了，还敢打苏红梅的主意，找死！黑影刚掀开锅盖，后背就一下撞上一堵硬邦邦的人墙，他吓得一哆嗦，刚要回头，陆铁军手里的开山刀带着风声砸下，宽厚的刀背狠狠砸在黑影小腿弯上，黑影惨叫一声哎呦，双腿发软，扑通跪在灶台前，下巴重重磕在土砖上，腾出眼泪。陆铁军一步上前，大脚直接踩在他后背上，用力往下碾，说跑这儿来找食吃，你当我是死人？黑影疼得直抽抽，手脚乱蹬还嘴硬，说小兔崽子敢打老子，知不知道老子是谁？赶紧把脚拿开，不然老子明天叫人烧了这破屋。黑影骂着，偷偷从袖里摸出一把生锈剪刀，反手往陆铁军腿上扎，说去死吧你！陆铁军冷哼一声，一脚踢在黑影手腕上，咔嚓一声，手腕脱臼，剪刀飞出去扎在土墙上。黑影惨叫啊，我的手疼得在地上像蛆一样扭。陆铁军刀尖直接抵住他后脖梗，稍微一用力划破层皮，血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流。黑影感觉到刺痛和冰凉，瞬间僵住不敢喘气。陆铁军头也没回，说红梅点火。苏红梅赶紧摸出火柴点燃松木名字，火光亮起，照亮地上沾满泥灰和血丝的脸。陆铁军低头认出来了，是村里的老光棍刘瘸子。这老小子天天偷懒，仗着腿跛到处乱偷东西，肯定是白天听王二狗子说这儿有肉，半夜跑来做贼。陆铁军刀尖往下压，说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条老瘸狗。陆铁军问刘瘸子刚才说要摸谁，让他再说一遍。刘瘸子疼得直咧嘴，还是不服软，说陆铁军别乱来。刘瘸子说他可是残疾人，村里都得照顾他，要是敢弄死他，陆铁军也得被抓去蹲几年。陆铁军手腕一翻，刀刃贴上他耳朵，说这大荒山外面下着大雪，就是把他剁了喂狼，谁能知道？脑子里叮的一响，机械音来了，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独立抓大虫子游戏，动作利索，下手够狠，奖励猪板油5斤，缅甸池手摇式军用强光手电1把，夜间视力+2。提示刚完，陆铁军觉得双眼一阵清凉，再看周围，火光照不到的暗处也看得清清楚楚，连墙角蜘蛛网都看得明白。5斤猪板油在这年头可是救命好东西，够吃小半年。手电筒更是夜间防身的好物件。陆铁军心念一动，从系统空间拿出强光手电，他单手握住，用力捏了几下握柄，嗡嗡几声，手电爆发出特别刺眼的白光。他直接把光柱对在刘瘸子脸上，刘瘸子哪见过这么亮的光，眼睛被刺得生疼，流着眼泪在地上打滚嚎叫，哎呦他的眼睛瞎了，这是啥法宝啊？陆铁军关了手电，用刀面重重拍他的脸，说再嚎一句，舌头给他割了。感受到冰凉刀锋和刚才那白光，刘瘸子彻底吓破胆，喊铁军兄弟，铁军爷爷，他错了，他就是饿昏了头闻着味找来的，让陆铁军饶了他这条狗命吧。刘瘸子裤裆里传出一股尿骚味，直接吓尿了。陆铁军嫌弃的挪开脚，让他滚起来。刘瘸子爬起来缩到墙角发抖。陆铁军提刀指着窗户，让他回去告诉王二狗子和村里那些眼红的，谁再敢半夜往他家摸，下次留下的就是命，让他滚。刘瘸子跟捡了条命一样，爬出窗户消失在风雪里。陆铁军找破木板把窗户顶死，他转身借着兜里掩护，从系统空间掏出5斤白花花的猪板油往案板上一扔。陆铁军看着直咽口水的苏红梅，指着肉说，明早咱们熬油渣吃。苏红梅盯着雪白的猪板油，眼睛发亮，用力咽了口唾沫，重重点了点头。天刚亮，北风顺着破窗户缝往屋里死命灌，屋里冷得跟冰窖一样，水刚刚砸开的冰又冻上了。陆铁军从硬邦邦的土炕上爬起来，打了个冷战。他瞅了一眼旁边的苏红梅，她缩在破棉被里，冻得嘴唇发青直发抖，好在喘气声比昨晚稳当。陆铁军没耽搁，抄起灶台边的大菜刀，把那5斤白花花的猪板油往案板上一扔。80年这阵子，猪板油可是稀罕物，谁家熬油能把全村馋哭？陆铁军手起刀落，把猪板油切成麻酱块大小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头一回使用刀具切割，奖励1把金刚剔骨刀，刀工熟练度+1。陆铁军撇撇嘴，直接让系统把刀扔进储物格。他现在只想赶紧熬猪油。
他抓起烂木板点着火，塞进灶坑，大铁锅很快烧得冒青烟。陆铁军拿刀背一刮，肥肉块全掉进热铁锅里，滋啦一声脆响，一股浓烈的荤油香味顺着白烟直接冲出锅台，肥肉块飞快变小，清亮的猪油往外渗，在锅底汇成一汪金黄的油水，这香味太霸道，顺着门缝飘到外头，连路过的2只野狗都停下脚，冲着破屋子狂叫流哈喇子，死活不肯走。炕上的苏红梅鼻子一抽，立马睁眼，她连鞋都顾不上穿，光脚跑下地，死死扒住灶台，两眼直勾勾盯着锅里的肉块，直咽口水。苏红梅咽着唾沫，声音发抖，问铁军哥：“好香啊，这是肉吗？”陆铁军拿锅铲翻搅着油渣，看着肉块缩成焦脆的干巴块，头也没抬，让他去把大碗拿来。苏红梅跑得飞快，拿来2个豁口的粗瓷大碗。陆铁军用漏勺把金黄酥脆的油渣全捞出来，装满一海碗。锅里剩下的全是清亮冒热气的猪油。他捏起一块烫手的油渣，直接塞进苏红梅嘴里。苏红梅烫得直吸溜凉气，跺着脚也死活不吐。他用力嚼了2下，满嘴都是油脂爆开的焦香，油水一进肚子，他香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边嚼边含糊着喊好吃，太好吃了，他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。看他吃得香，陆铁军也抓起一块扔进嘴里，一口咬下去，嘎嘣脆，满嘴冒油，肉香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身子立马暖烘烘的，舒坦极了。油渣刚下肚，脑子里又叮了一声，系统提示达成生长发育关键里程碑，直接奖励体质飞跃强化1次，力量和耐力翻倍，抗寒能力大幅提升，还额外给2斤精细加点盐。系统声音刚落，陆铁军就觉得胃里那团热气猛地炸开，热流顺着血管冲遍全身，这身体本来饿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现在却觉得有使不完的牛劲，骨头缝里传出噼里啪啦的脆响，胳膊和腿上的肌肉眼看着鼓起来，松垮发白的皮肤变得紧实红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冻僵的手脚变得跟火炉一样热乎，这破屋里冷气吹在身上，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冷了。苏红梅边拼命往嘴里塞油渣边问：“铁军哥咋了？脸咋这么红？”陆铁军咧嘴一笑，说：“没事，吃饱了撑的。”把系统刚给的精白盐抓了一小撮撒在油渣上，这雪白的精盐一撒，鲜味全出来了。2人没多大功夫就干掉大半碗油渣，苏红梅吃得满嘴是油，打了个响亮的饱嗝，脸上终于有了血色。陆铁军把剩下的油渣收好，把锅里的猪油全盛进干净的破陶罐，足足装了3大罐。等猪油冻成膏状，他背着苏红梅一挥手，直接收进系统的1立方米恒温储物格里。这好东西放空间里最踏实。吃饱喝足，陆铁军走到灶台边，顺手拿起一根顶门的粗硬木棍，想试试力气。他双手握住木棍两头，没怎么使劲一掰，咔嚓一声，胳膊粗的硬木棍跟脆饼干似的直接断成2截，木碴子乱飞。陆铁军眼睛一亮，扔下断棍，就这力气，别说打刘瘸子那种软蛋，就算碰上山里的野猪，他都能一拳干碎野猪的头骨。这时一阵穿堂风呼呼刮进屋，苏红梅打了个大喷嚏，冻得抱紧胳膊缩成一团。陆铁军转头一看，破窗棂子被风灌得直响，屋顶茅草烂得透出好几个拳头大的窟窿，这哪是人住的地方？屋子不修，晚上照样得冻死。陆铁军让苏红梅在炕上待着，别乱跑，把被子裹紧点，拿起门后的破柴刀别在后腰，大步往外走。苏红梅紧张地问：“外头还在下雪，他干啥去？”陆铁军一把拉开破房门，迎着外头的大风雪头也不回，说：“上山砍木头，今天天黑前必须把这破屋子修好。”陆铁军一脚踹开破木门，顶着风雪进院。外头雪越下越大，积雪没过小腿肚，一脚下去雪水直往破布鞋里灌。要是换做昨天那个病恹恹的陆铁军，走10步就得冻得直哆嗦，喘不上气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刚才系统奖励了体质恢复，他浑身上下像揣了个小火炉，白毛风吹在身上一点不觉得冷，反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后山离院子不远，走10来分钟就到，那有片枯死的松树林，平时村里人嫌远不愿去，正好便宜了他。陆铁军踩着厚雪迈着大步，没抽根烟的功夫就钻进林子。他抬头瞅准几根大腿粗的枯死松树干，这木头干透了又轻又硬，修屋顶最合适。他走到一棵枯松前，抽出后腰那把生锈的破柴刀，刀刃早卷了，刀把全是裂子。他抡起膀子照着树干狠狠劈下，一声脆响，树皮连点皮都没破，破柴刀反而崩飞一块铁片，震得他虎口发麻。陆铁军骂了一句：“真是个破烂玩意儿！”一把将废铁扔进雪窝子，没工具就用手。他跨步上前，双手死死抱住大腿粗的枯树干，双脚踩实雪地，腰一沉，胳膊肌肉瞬间绷紧。陆铁军大吼一声：“给我断！”双臂猛地往怀里一拽，咔嚓一声，那根3、4米长的大腿粗枯树硬生生被他从根部掰断，木碴子乱飞。陆铁军把断树扔地上，拍了拍木屑，咧嘴一笑，这力气真带劲。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户外捡树枝，奖励加厚防滑劳保皮靴1双，粗麻绳1捆，耐力加1。声音刚落，陆铁军双腿一热，走山路的酸胀感全没了，精神头十足。他心念一动，手里多了一双崭新的黄皮劳保靴和1捆手指粗的麻绳，这皮靴里全是厚羊毛，鞋底带防滑纹，在80年代只有城里大厂工人才穿得起。陆铁军3两下脱掉湿透的破布鞋，套上皮靴，脚一伸进去，暖和的不行，这下再也不怕冻脚了。有耐力加持和新鞋，干活速度快得吓人。他照着刚才的办法接连抱住几棵枯树，腰部发力，咔嚓几下，硬生生拔断5、6根粗木头，接着用麻绳把木头死死捆在一起。这几百斤重的木头，陆铁军把麻绳往肩膀一搭，身子前倾，大步下山。几百斤木头在雪地里拉出深沟，他走得气不喘心不跳，跟脱干草一样轻松。回到院子，天全黑了，风刮得更紧，破屋顶被掀得哗啦啦响，屋里时不时传出苏红梅的咳嗽声。陆铁军把木头扔院里，踩着墙根破水缸，双手扒住屋檐，用力一撑，翻上房顶。房顶茅草早烂成一坨坨，露出好几个大窟窿，外头雪花直往里灌。陆铁军扒开烂草，刚准备把木头架上去挡风，脑子里又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4岁幼儿首次搭积木盖房子，奖励军用防水防风油布1大卷，2寸钢钉1盒，木工羊角锤1把。真是缺啥来
来啥？陆铁军眼睛一亮，这军用油布厚实结实，水泼不进，风吹不透，风屋顶绝对是神器。他立刻从空间掏出东西，先把粗木头架在窟窿上当骨架，再把绿色的厚油布展开死死盖上去。接着他抓把钢钉叼嘴里，左手按油布，右手抄起羊角锤，拿下钉子按在木头上，砰砰两锤子，钉子死死扎进木头，固定住油布。风呼呼刮的衣服哗啦啦直响，他脚下像生了根一样稳。砰砰砰的敲击声传出老远，他手速极快，一锤接一锤全砸准。不到20分钟，屋顶窟窿全被油布盖住，周围钉满钢钉，风再刮也只能在油布上打滑，一丝凉气都钻不进屋。修完屋顶，陆铁军顺墙根跳下，拿刀把剩下油布割成几块，走到漏风窗前，窗上破纸早烂了，他把油布往窗框一蒙，抡锤子砰砰几下钉死。不到1小时，这四面漏风的破土屋硬是被他包成了密不透风的铁桶。干完活，他拍掉身上的血，推门进屋，门一关，外头吓人的风雪声瞬间隔绝大半，屋里只剩柴火噼啪响，温度明显上来了，风进不来，加上灶台火旺，冻僵的脸终于有了知觉。陆铁军走到灶台边，把剩下的一截断木头劈碎塞进灶坑，火苗腾的窜起，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。苏红梅裹着破被子坐炕上，看着他宽阔的后背和利索的动作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他死死攥着被角，生怕这是场梦，一醒那个打他骂他的混蛋又回来了。陆铁军说屋顶和窗户都封死了，今晚冻不着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转头冲他笑，说锅里糊糊还热着，让他再喝点。苏红梅吸了吸鼻子，刚要开口，突然院外刚关上的破木门被人砸得震天响，木门本来就不结实，被砸得直晃悠，眼看要塌。紧接着一个粗哑难听的嗓门穿透风雪在外头炸开，喊陆铁军你个缩头乌龟，给老子开门。那声音喊他知道陆铁军在家，赶紧把门打开，要不然今天连这破屋子一块拆了。听到这声音，炕上的苏红梅吓得一哆嗦，脸全白了，拼命往墙角缩。陆铁军脸上的笑瞬间消失，他转头死死盯着那扇快散架的门，眼神冷得像冰。大半夜的，找死找到家门口来了，砰砰砰的砸门声震的房梁直掉灰。苏红梅吓得浑身哆嗦，眼泪直打转。他知道外头是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王二狗子。陆铁军眼神冷了下来，他走到灶台边，一把抄起劈柴的破斧头，斧头把手早裂了，缠着几圈破布条，但斧刃磨得锋利。他拎着斧头大步朝房门走。苏红梅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连滚带爬扑下炕，死死拽住陆铁军衣角。苏红梅声音直发抖，说别去，你昨天才被他打晕，他手里有刀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咱把门顶死吧。陆铁军回头看他，这女人冻得嘴唇发紫，满眼害怕，手却死拽着不松。陆铁军声音不大却硬气，说松开，我不出去，他今天能把这房子拆了，你回炕上待着。说完他一用力扯出衣角，转身一把拉开门，冷风夹着雪扑在脸上生疼。就在这时，院外那扇破木门咔嚓一声，被王二狗子硬生生踹断门轴，整扇门砸进雪地。王二狗子踩着雪走进来，这孙子穿的厚，裹着半旧的军绿棉大衣，戴着狗皮帽子，手里拎着根手腕粗的柳木棍，身后没别人，就他自己。他抬头看见陆铁军拎着斧头站在屋檐下，愣了一下，接着嚣张的笑起来。王二狗子说：“哟呵，陆铁军你个瘪犊子玩意儿，命还挺硬啊！昨天在村口老子那一棍子没把你敲死，今天还能站起来拿斧头吓唬人。”王二狗子吐了口唾沫，用木棍指着陆铁军鼻子，他说：“少装蒜，你欠老子的30块钱和20斤棒子面，今天要是交不出来，老子就把你媳妇拉走抵债，反正你这软蛋也养不活他。”陆铁军听明白了，原主这混账东西不仅打老婆，还在外头欠了一屁股烂账，他根本没接茬，拎着斧头踩着雪，一步步走下台阶。王二狗子看陆铁军冷着脸不说话，心里有点发毛。以前这软蛋见了他早点头哈腰叫狗哥了，今天吃错药了。王二狗子觉得丢面子，火气直窜，抡起柳木棍照着陆铁军肩膀就砸。这一下要是砸实，骨头非断不可。陆铁军眼都没眨，身子一侧轻松躲过，紧接着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成4岁幼儿首次反抗完办肢体霸凌，触发补偿机制，奖励体质强化+2，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水平，外加一根金刚防身甩棍和半斤大白兔奶糖，都存进了储物格。一股热流涌遍全身，陆铁军原本饿得发虚的双腿一下充满力量，连后脑勺挨打的痛都全没了。他把破斧头往雪地一扔，右手在身侧一抓，一根黑乎乎的金属棍凭空出现在手里，手腕猛地一甩，唰的一声，金刚甩棍一下展开，发出一声脆响。王二狗子一棍砸空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见陆铁军手里多了根黑棍子。王二狗子破口大骂，说你还敢还手，再次抡起木棍横扫过来。陆铁军冷笑一声，不退反进，迎着木棍跨出一步，手里的金刚甩棍直接迎上去，咔嚓一声，两棍相撞，手腕粗的柳木棍就像脆麻花一样，直接被砸成2截。王二狗子只觉虎口剧痛，半截木棍脱手飞出，没等他叫出声，陆铁军的甩棍已经抽回，反手一棍结结实实抽在他大腿上。王二狗子一声惨叫，腿一软直接跪在雪地里。他说你敢打我，疼的眼泪鼻涕全出来了，一手捂大腿，另一手飞快往军大衣兜里摸，一道寒光闪过，他掏出一把杀猪刀，咬牙切齿往陆铁军肚子上捅。陆铁军眼神一冷，手里的甩棍猛地往下一点，精准砸在王二狗子手腕骨上，咔吧一声脆响，王二狗子手腕直接脱臼，杀猪刀掉进雪里。陆铁军抬起右腿，一脚踹在他胸口上，这一脚力气极大，王二狗子整个人像破麻袋一样飞出2米多远，重重砸在雪窝子里，半天没喘上气。陆铁军走过去，一脚踩在王二狗子脸上，把他的脑袋死死按进雪里，手里的金刚甩棍抵在他后脑勺上，冰凉刺骨。陆铁军声音比风雪还冷，问你刚才说要把谁拉走抵债？王二狗子这回真怕了，后脑勺那根铁棍凉飕飕的，只要陆铁军一用力，自己脑袋就得开花。这还是那个随便欺负的陆铁军吗？这简直是个活阎王。王二狗子满嘴是血，含糊不清的拼命求饶，说铁军兄弟，铁军爷爷，我错了，我嘴贱，我胡说八道，钱我不要了，粮我也不要了，你饶我一命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陆铁军说不要了，那不行，账得算清楚。他蹲下身，一把扯开王二狗子的军大衣，3两下扒了下来，
他说这衣服不错，抵债了，把大衣搭在胳膊上，又伸手去翻王二狗子的贴身口袋。王二狗子说别，爷爷，那是我买烟的钱。陆铁军根本不理，从他兜里摸出半包大前门香烟，一盒火柴，还有一卷皱巴巴的毛票，数了数，一共2块5。这年头2块5能买好几斤细粮了。陆铁军把钱和烟火柴全揣进兜里，站起身一脚踢在王二狗子屁股上。他说滚，以后再敢踏进我家院子半步，我打断你2条腿。王二狗子连滚带爬站起来，连杀猪刀和狗皮帽子都不敢捡，捂着断手腕跌跌撞撞往外跑。跑到院外觉得安全了，这才回头扯着嗓子嚎说：陆铁军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天大队长就带人来收房子，你欠村里的公粮交不上，明天你们2口子就得被赶进深山喂狼。王二狗子喊完，一头扎进风雪跑没影了。陆铁军冷哼一声，弯腰捡起雪地里的狗皮帽子拍了拍土，他连同军大衣一起拿着，转身回屋。屋里苏红梅缩在炕沿边，透过门缝把外头看得清清楚楚。陆铁军不仅没挨打，还把村里最凶的王二狗子打得跪地求饶，连衣服都扒了回来。他看傻了，这还是他那个只会窝里横的男人吗？陆铁军推门进屋关严实，抖掉军大衣上的雪，直接扔炕上盖在苏红梅的破被子上。他说穿上这衣服厚实挡风，又把狗皮帽子放在他手边。苏红梅摸着带体温的军大衣，眼泪直掉。他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厚的棉衣。陆铁军假装伸手掏兜，实际从空间摸出2块大白兔奶糖，他剥开糖纸，直接塞进苏红梅嘴里，浓浓的奶香在嘴里散开，甜的苏红梅连哭都忘了。陆铁军说吃点甜的长点力气，有他在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他。他语气平淡，却让人心安。苏红梅含着糖，呆呆地看着陆铁军，愣在那没吭声。就在这时，屋后猛地传来一声沉闷巨响，整个土屋被撞得剧烈摇晃，房顶积雪大块砸落，后墙土渣子哗啦啦往下掉。苏红梅吓得尖叫，死死抱住脑袋。陆铁军一把将她护在身后，握紧金刚甩棍。这不是风雪声，也不是敲门声。紧接着，一墙之隔的后院外传来粗重如破风箱的喘息声，伴随着蹄子刨地的闷响，有大东西下山了。这畜生正隔着土墙，死死盯着屋里的人。